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因为之前我们有拍过这个南瓜桂圆馒头，那因为之前的收音设备没那么好，所以声音的效果很差。那很多好朋友都反映说听不清楚，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来重拍那个南瓜桂圆馒头。那操作之前，欢迎你帮我按订阅、分享、按赞，然后再打开小铃铛。那我们换个位置来操作吧。因为我们今天的中筋面粉打算用500公克，所以我们的南瓜不需要这么大一个，我们把它切半。那这一边呢，我们把它去皮，然后再切片。好，这里我们刚才把它去皮，然后去籽以后，这个南瓜重差不多285克，那我们把它切片。我们用电锅，然后里面加1杯的水，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片的这个南瓜放在蒸盘里面，把它放进来，然后盖上盖子，然后把它蒸熟。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好，我们现在来边介绍我们的材料，然后边操作。这里是500公克的中筋面粉，这个是5克的发酵粉，我们把它倒进来，然后用筷子把它稍微搅拌一下。再来，这个是80公克的桂圆，我们把它剪成小丁状，把它剪成小丁，我们把它拨进来。一样稍微把它搅拌一下。再来，这个是我们蒸好放凉的南瓜。那南瓜本身蒸的时候，它会含一些水分所以你在加水的时候会比较难掌握，我也比较难告诉你说你要加几 CC 的水，因为你如果用这种网状的蒸盘，它的水分会流到那个锅子里面或电锅底下。如果你是用盘子来装，然后去蒸的话，那水分会在盘子上面，所以它那个水分的含量会不一定。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是边操作边加水边那个。那首先我们一样把南瓜先拨进来。这个南瓜都已经蒸烂了啊。这个南瓜是280公克，我们还没蒸之前是280公克了。那我们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那这里是160 CC 的水，我们分批次把它加进来。那刚才有讲到水的部分会因每一次蒸的南瓜的数量，然后会有所不同那没关系，我们就先加一些进来。我们先把它搅拌一下，看它的状况。像现在这样子干粉还是比较多那我们就再把水加一些进来。这样看起来是差不多，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用手按压的时候，如果真的不够，我们再加水进来。那我们先把筷子拨干净，然后开始用手来搓揉按压。这个水分应该是差不多。虽然这里有一些粉，可是我们的面团上面呢还是蛮湿的。那我们可以用湿的部分去把它裹一下干粉。我们这里没有再另外再加糖因为桂圆本身就有一些甜分在。那你如果是属于人讲的高血压族蚂蚁族，就是比较喜欢吃甜的，那你就可以自己再加，视状况自己再增加一点糖下来。好，这个面团差不多，也坦白讲也稍微偏湿的一点点。我们这边剩下的水还有20 CC， 那就是我们加了140 CC 的水那我们把它取出来，在工作案板上面搓揉混合。那我们搓揉的时间一样是抓8分钟我们的操作现在都已经是固定的
就是第一次搓揉8分钟，第二次搓揉5到8分钟，那就看你自己去斟酌这样子，要5分钟还是8分钟。好，经过8分钟左右的搓揉，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啊。那我们把它放在工作盆里面，等待它做1次发酵。1次发酵的判断就是现在面团的2倍大。那我们盖上盖子，等一下回来。Hello， 我们的面团1次发酵已经完成了。那今天的室温是30度啊，因为刚才我有跑出去市场买个菜哦，今天的市场真的是人山人海，跟那个疫情前差不多了。那摊位可能只有少个5摊没有过来开店而已，其他都已经回来了哦。今天人真的非常多，一个来回我们在外面待了差不多2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个面团经过2个小时的发酵，已经膨胀2倍多了快到3倍了。没关系，那我们把它取出来。一样，我们在工作案板上面先抹1层粉，好，那把它剥下来。好，我们开始来做排气的动作。那排气的动作一样做差不多5到8分钟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感觉你的面团啊比较湿，你可以适时的添加手粉啊，可以适时的添加手粉进来。好，经过5分钟左右的搓揉，我们的排气动作已经做完了。那我们把它搓成长条形。那我们现在来做切割的动作。然后我们剩下的再分一下给其他感觉比较小颗的啊。好，那现在是2、4、6、8、10颗剂子啊。那我们把它撒1层粉，防止它粘黏。那我们现在就是案板上面多一点点粉啊。那我们这样子从外面往里面按，往里面按，拨进来，按下去，拨进来，按下去。做个差不多10几下就可以了。我们主要是要它的圆形，然后就是让它表面是光滑的啊。那我们把它做缩口，然后稍微把它搓尖一点。我们用这个地方把它按下去，然后这3个手指头把面团拨进来，按下去，拨进来。然后做个10来下左右，然后你就拿起来看一下，这表面是不是光滑的？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再多做几下，好，尽量让它成为光滑这样子。好，拨一拨，哎，这表面已经是光滑了。然后搓一下，这个表面还是会有凹凸。因为我们这个馒头是有添加桂圆的因为它的有颗粒在，所以它的表面没有办法就像山东馒头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光滑但是它表面看起来比较滑顺这样子。好，这就是我们10颗的馒头。好，我们把它放在蒸盘上面，然后放到蒸笼里面然后盖上盖子，等待它做2次发酵。今天的室温31度，原则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2次发酵完成。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我们的馒头2次发酵已经完成了，现在比之前呢，我们刚做好的时候已经膨胀差不多 1.4 倍了。那我们现在冷水入锅，开大火下去蒸，等它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15分钟一到，我们关火，再焖个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咯。Hello， 我们的南瓜桂馒头已经蒸好了那我们来拿一个来试看看。马上可以回弹。马上可以回弹回来。那这上面就是我们的桂圆
那之前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在搓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因为这是桂圆，它本身是有颗粒状的，所以我们没办法说每一颗都是很光滑，就像山东馒头一样，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坑坑巴巴，但是这是不影响它的口感跟它的美观的。那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下，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非常的扎实，有 Q 度的啊。那这一点一点的就是我们的桂圆。那我们来试吃一口看看吧。首先这个南瓜的味道还蛮不错的啊，有南瓜的味道，然后当然它那个桂圆的香气也有。好，我们试吃一口。各位可以听到我咀嚼的声音，好，非常非常的 Q， 非常非常的扎实。尤其你在咬到桂圆的时候，啊，那个口感非常非常的棒。好，那你如果喜欢今天的南瓜桂圆馒头，你当然可以在家里试着操作看看。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好，那我们再一起来讨论研究。那当然最后还是欢迎你帮我按订阅、分享、按赞，再同时打开小铃铛。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